师兄，大嫂，你喝醉了。我是裴世言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师兄，你别闹了。着了火的人却冷，关不住了心跳不是动动，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，不问你因果上的皮肤，也无法克制不停触碰你的耳后，滑到肩上温柔弧度。几日前，宜兴旅店大火，我裴氏一门第13代长孙裴世香葬身火海，英年早逝，看之奈何呀！封官，不能封了，少奶奶也在里面。三叔公，不要着急，就让世人看看。世香尸骨未寒，裴家上上下下居然为了争夺遗产，活生生埋他的遗孀。一派胡言！你少装模作样了。长歌的行程就你这枕边人知道，他出事，你嫌疑最大。我同世香夫妻恩爱，为什么要害他？当然是为了独享堂哥的财产呢。这谁不知道？裴世香裴大嫂，商界翘楚，行业通览。这全国3%的钱庄票号，可都是由他掌管。你宁死都不交出印信，还说没有阴谋。我是裴世香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再一日就要替他守家业一世。好，这裴家长媳是以身讯，那就给你请个贞节牌坊，全你面子。封官。世香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没关系，那我去找你也很好。哟，这么热闹呢？少爷，大少爷来了！少爷来了！世香，三叔公，世香，世香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终于回来了。如此热情相迎，倒是让人难以消受啊。大嫂，你说你是世香的弟弟，可有什么证据？我以为我这张脸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据了。毕竟，大嫂连自己的丈夫都认错了，不是吗？当年世香的母亲诞下2子，本是大喜之事，可大事连起数卦，均是大不祥。只好2子留其一，我便是那个牺牲品。这个是兄长写给我的信，想必他的字迹总认得吧？弟亲戚，兄世香，是世香的笔迹。世香知晓旧事之后，对弟弟心怀愧疚，一直设法寻找，原来已经找到了，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。大嫂，对这封信的真伪没有异议。今日在大哥灵前，大嫂情真意切，着实让人感动。想必大哥说的话，你也不会不听。当然。那就辛苦大嫂，将信念完吧。裴氏长房一脉归于你我兄弟2人，愿将名下所有产业交于2弟，共谋大事。胡闹！裴家产业庞大，岂能如此儿戏啊？裴家产业
三叔公，裴家能有今天，全都是世香打下的天下。他愿意提携族人，扶持乡里，并不是让你们将这一切理所应当归于裴氏，更不是在他死后与子之虎视眈眈，想要杀了他的妻子，分割他的财产。是打算把印信交给他吗？不，你既不认可裴家，又不肯将财产交予我，莫非坊间传闻杀夫夺权，并非空穴来风？世香将印信交给我，我必须亲手把完完整整的裴氏还给他。裴世香死了，你怎么还？有这点心思，不如给他烧点纸钱。总之，我是裴世香的亲弟弟，这封信是大哥的遗嘱，于情于理，裴氏都应该让我来继承。我好歹是裴氏的子侄，以后经营有不懂的地方，我还得养着三叔公你们，总好过将裴氏让给一个外人。大嫂，你口口声声说不是贪图大哥的财产，那此时交出印信，不是更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吗？你们若是觉得世香的死和我有关，那就拿出证据来，让警察带我走。如果拿不出，我一日站在这里，一日就是你的大嫂。你不会以为真的凭借一封印信，就能在商界站稳脚跟吧？你不会真的以为只凭一封书信就能在裴家耀武扬威吧？大哥在信中提及，大嫂温柔娴静，兰心慧血，百闻不如一见呀。小叔言重了。三叔公，我身体感染了风寒，颇有不适，便先回去休息了。您祖孙二人在这儿好好叙旧。你反了天了！你当真是反了天了！这位大嫂不好对付了。少奶奶，小心！魂剑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哪里还敢顾得上生意？自然要往回赶。听说世香的弟弟回来了。身份确认过了吗？以裴家的势力，难免会有小人觊觎，铤而走险，冒充牟利也可能。如果你见到他，就不会怀疑了。为什么？大嫂还真是不断给人惊喜啊！鬼，有鬼！魂剑，他就是世香的双胞胎弟弟裴世野。这位就是裴氏商行的大掌柜陆先生吧？怪不得大嫂如此有恃无恐，背后另有帮手啊！陆先生在裴家12余年，同世香一同长大，他们俩的情谊可比你这个亲兄弟深厚多了。不要恶意揣测。那陆大掌柜看到我慌什么？怕什么？只是意外，哪有慌怕？世香是我亲自去收的尸，大火烧得面目全非，我只是于心不忍。骤然看见你与他如此相像，的确一时惊惧了许多。你自己心就好。大嫂既然身体不适，就早点回去休息。顾大掌柜也不是大夫，太像了，对不对？难怪你说见到他就不会再怀疑，确实不得不信。可我不信。什么？我觉得他就是世香。这不可能！阿恒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世香的尸首是我亲自收敛的，我怎么会认错我自己的兄弟？你也说了火势太旺，那具尸身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了。阿恒，如果世香还活着，他为什么不回来？如果他真的是世香，他为什么不跟我们相认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他到底哪里让你觉得他是世香？我仔细观察他的说话方式，还有他的小习惯，
确实没有一处像世香的。可就是，如果我说是感觉呢？你信不信？阿恒，你就是太想世香了。文剑，我不甘心，就算是我痴心妄想，你帮我试试他。好。这是青竹帮的标志，竹叶一出即指向暗杀目标。世香在他手底下吃过亏，是认识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世香，定会有所防备。如果他装不认识呢？那我安排好的假杀手就会动手，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。青竹帮的竹叶，试探我吗？不对，目标应该是他。快躲！世香，你先别动，我去看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！有贼，抓住他！少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别进来。是。这个是青竹帮的暗杀令，刚才有多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要杀你啊！如果他们不杀我，你又怎么会来救我？你故意的。你就是世香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啊。不是。我竟然不知道你这个小说何时如此关心我这个大嫂，竟然不顾一切搭上性命也要相救。就为了试探我的身份，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不会的，因为我确信我的丈夫会不顾一切赶来救我。疼不疼？大嫂，是不是我大哥走得太久，你实在寂寞，所以看到一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，就想要勾引？世香，如果大嫂有这份心，我倒也不介意替大哥好好照顾照顾你。既然认定我是你的相国，又何必抗拒呢？世香绝不会如你一般浪荡轻浮。这不就是大嫂想要的吗？滚！大嫂，如果他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你请。怎么回事？青竹帮暗杀目标怎么会变成你？裴师爷怎么会在你房里？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怎么会有真的杀手？我们说好了是试探，难道真的要他的命吗？既然做戏就不能做太假。你怀疑我，还是在担心他？阿恒，整个裴家对你处处提防，那裴师爷更是言语孟浪，举止轻浮。如今你我才是盟友，才是最应该彼此信任的。但他毕竟是世香的弟弟啊。算了，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总不能真的将叶信交给他。可他如果直接动手争抢，叶信我放在绝对安全的地方，没那么能容易找到。那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世香的死，
我也很难过，但既然事情已成定局，阿恒，你应该早点走出来才是。等等，以后还是叫我少奶奶吧。是，少奶奶。怀疑他？陆文健，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。你九死一生，费尽心思，用假身份回到裴家，连妻子都不敢认，不就是因为怀疑背叛你的人是你最亲近的人吗？我真的不愿意是他。那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的诺夫人？她可远没有你说的那般没心。不会。这么相信？他若是真想要我的命，我给他就是了。裴大死了这么久，音信都还没有拿到手，现在又冒出了个弟弟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音信还在苏恒手上，只要假以时日。还等？我没有耐心再实施你所谓的计划。既然音信在他妻子身上，那就直接杀掉他。至于他那个弟弟，一起干掉。不行的，裴家大少心丧，二少接着去世，这会引人怀疑。就算拿到印信，也不可能顺利掌管裴家。如今这个机会，您再相信我一次。什么机会？说。这是迷情香，只要我找到机会，裴家、裴二少和信寡的长嫂通奸，施法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他们赶出裴家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拿到印信。你不是喜欢那个裴少奶奶吗？舍得用这个法子？你要嫁给裴家大少爷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是裴家的少爷？阿恒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我疯了！我喜欢裴世香，跟他姓什么、出自哪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样看清我？阿恒。文健，你们在这儿。我还有话和文健说。我究竟比他差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流着和他一样的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打小就是人人尊敬的裴大少爷，我只是一个卑贱的下人？凭什么我永远都是输的那个？凭什么？为您效力，她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？再说了，等她名声扫地，除了我，她还能仰仗谁？阴狠毒辣，这才是我认识的陆先生吗？3天之内拿到印信，不然我们会自己出手，你就没有什么用了。是，裴世香，我发过誓，总有一天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都夺回来，所有。如果没有你，少爷尸骨未寒，这二爷才刚回来就夜夜笙歌，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。如果母女不清不楚，三叔公平的最讲规矩，现在竟然就这么由着他。如果没有你，日
三叔公不是由着他，是想借此告诉我，谁才是裴家的主人。我又踩着你了。没关系的，下次跳到这一步啊，我推右脚就好了。那裴少以后跟别的女人跳舞，不得要跳出错来？不会，我只会跟自己的夫人一起跳舞。正常的小叔是不会把眼睛粘在大嫂身上的，知道吗？你还觉得他是世香？当年世香出去谈生意，遇到了流寇，左胸中枪，再偏1寸，子弹就会打入心脏。我记得你们也是因为这件事才认识的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条件有限，伤口处理得很粗糙。他的左胸有一块不可能消掉的疤痕，那个疤我太熟悉了，只要看一眼。好，交换一下舞伴。这香，香雪兰的味道，你大哥从前不喜欢，我就没吐过了。不过，既然小叔回来，我就要做好迎接新人的准备，不是吗？不过，看小叔的反应，好像也不喜欢这个味道呢。我们兄弟二人审美相似，对香味也是啊，对女人也一样。你大哥有的，你当然也会有。大嫂应该知道，我最想要的是什么。印信就在我房间里，不如晚上你自己来找找看。放心，我会洗掉身上的味道。小叔，先生，该换药了。麻药紧缺，你只能先忍忍了。如果实在特别疼的话，你可以想想特别喜欢的东西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护士小姐，你的眼睛很美。我怎么走到这里了？不行，记住，你现在是裴氏眼，里边的人是你大嫂。印信就在我的房间里，不如晚上你自己来找找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行，
发现，就功亏一篑了。我只是想搞清楚真相，只是进去看看他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嫂，世香，我好想你。大嫂，你喝醉了。我没有，世香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不要我了。不是，你没有错。世香，大嫂，你喝醉了。我是裴世言，我们不能这样。世香，你别闹了。着了火的人却冷，关不住了心跳，不是动动，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，不问你因我伤的皮肤，也无法